线上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导演韩延。线上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其实导演这是第二次拍关于这个绝症和生命题材的电影了，但是好像两次导演都拍得特别阳光，然后都很有一些喜剧的调性在里面。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面对这样沉重的题材？我们虽然讲的是比较沉重的一个主题，但是其实我的态度，是生命可能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事儿，然后我们活着也特别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活着，要笑对一切，笑对苦难，笑对磨难。我觉得是整个想输出的还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东西，所以我不想把它拍的特别的沉闷。然后另外一个，我也不想去过多的去展示病痛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病痛有科技有医学的进展，然后慢慢的随着科技和医学的发展，也许能帮我们解决病痛的问题。我希望通过一部电影去探讨一下，就关于这些有了疾病，就是用他妈的话来说，用那个桃慧的话来说，就是活也活得不痛快，死也死不了。就这些人，就是他的那个心态，就是我们应该是通过一部电影去探讨一下这种心态，就是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的，而且在这个年龄本来应该去上学、去谈恋爱、去畅想未来的这么一个年龄，然后心里边就是一直在考虑的都是生与死，都是不敢想未来的一个事儿。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跟生命关系更多，跟病痛的关系，病痛只是个载体而已。就是你给全家人鞠躬那个是一个泪点嘛，就很多网友就说那个看哭了。据说是你们两位就是讨论出来的一个方案，对吧？其实我们俩讨论出很多的细节的东西，但是那个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他，因为他是跟全家人一块儿演，然后我们俩讨论很多东西，其实都可能更多的是他自己的表演应该怎么样。那场戏呢，我们故意在剧本里面就没去做改动，但是其实我们商量好了，就我剧本里面其实是没有鞠躬那一下，就演员其他演员也不知道有，就觉得这个戏就完了，这个戏就结束了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拍的时候看吧，如果我们拍的时候所有人的感觉是对的，你就坐我旁边，你就直接进去，我们拍到啥就是啥了，就所有人都不知道。然后那我印象特深的，应该是你们一家三口第一回对凑在一块儿演戏，第一场戏就是他跟他妈也演过，他跟他爸也演过，但是他们仨凑在一块儿，那是第一场戏，而且是高亚麟老师的重场。然后对，然后呢，他走进去，就所有演员都傻了，就是那一瞬间的那个东西。但是他是非常真实的，然后他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就觉得那一瞬间你是就是那个心浮躁的心终于平静下来了，觉得这个孩子哎呀真的还是挺可怜的。对，就是当时我看朱元阳老师，就那一瞬间，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这个孩子又走回来，剧本里边没写，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看着这个，然后当他去鞠这一躬的时候，他的眼圈唰一下瞬间就红了，他不是要哭，他是瞬间眼圈红了，就那个拍到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比拍流眼泪要难得的，就是你拍不到这种人的这种生理上的这种直接的反应，你拍流眼泪也好，拍哭也好，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反应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就是很难得就拍到，请千玺讲一讲，就是那个于理表白那场戏吧，因为实在是大家觉得你又要醉醺醺的，然后又要一气呵成说那么一大段台词，觉得还挺有挑战的。就拍摄的时候顺利吗？还？我那段还挺顺利的，挺顺利的。然后为什么这么顺利呢？是因为准备很充分。准备很充分。为什么准备充分呢？因为导演给了，从老早之前，我们第一次聊剧本的时候就跟我讲说，这段戏千玺，这段戏你一定得怎么着，就说要弄得特别棒，特别出色，要给我很大压力，就跟我说，要做成什么样，就当时就
就从开拍，然后就一直盼着说哪天拍到这场戏，然后哪天拍到这场戏，就一直等着，然后就心里就总有一块大石头。啊，因为那场戏也的确有点难度。我以前自己看别人演戏的时候，就还没当演员之前，就一直觉得，就觉得说醉酒的戏好难演啊，然后自己也会就是稍微注意这方面。然后那天的确是开拍之前借了一点儿，啊，然后想说借那个劲儿，赶紧拍到我那一大段，然后我也能借劲儿发挥一点儿。然后结果开拍第一条那个。先拍全景拍了几遍，走过去就敲门喊马小远，马小远，喊2声，然后就卡了。就那会儿就已经那个雨也冲了3、4遍，然后就已经把我就浑身冲的就非常清醒，非常清醒。然后就靠着那个冷劲儿，然后演完后面一大段。借了一点是喝了啥？喝了点酒。什么酒？我也不知道喝了什么酒。那种小烧酒。我也是，为什么准备春风呢？因为导演给我一瓶二锅头。没有，因为我觉得只靠喝酒演不了那场戏，因为那场戏拍了2天，你不能说2天你都靠喝酒去拍，我觉得很难的。因为我觉得戒一点，我觉得有那个感觉，但是其实像他说的，你真的在雨里边淋上个7、8个小时，什么酒都没有。他晚上2、3点钟，我们拍第一天好像拍到3点吧，我最后走的时候那儿。围着毯子在那抖，那个虽然我们是相对比较夏天的尾巴拍的，就是其实天还没有这么冷，但是你真的说你淋个7、8个小时，你那个浇了一透心凉，就那喝什么姜汤一点用都不管，就是一点都不管用，都根本就完全就控制不住那个冷那个抖。这场戏的确很精彩，就很多人看完预告片之后都说那个就是韦一航的表白方式有点笨笨的，但又很勇敢，就是特别被打动。对，我觉得我个人感觉他那场戏是演得非常好，也是他，我不知道这个我总在提那场，其实无形当中在给他压力啊，因为他老问我咱什么时候拍那场，咱什么时候拍那场，我没太理解是为啥这个他老问我那场戏。后来他演完了之后，他那个如释重负了之后，我看他的状态，我才知道之前压力得多大。就是他演完，他就高兴了，他就每天那个状态就是感觉对轻松了，我才这个包袱给卸下来了，我才知道哦，那之前看来是压力很大。他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拍，因为我们那个景呢，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计划一直在往后拖，一直在调，那个景一直没有完全做完，所以他一直在往后调，一直在往后调，所以他一直像一直在被钝刀，然后慢慢磨的。其实那场戏也是就是2位主角关系转换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对，那场戏其实处在整个故事的一个终点，就是韦一航这个角色在转换和未转换之间的一个点，很重要。韦一航的本人来说说吧，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就是你在那个时刻会要对马小远这样的告白，就是为什么会突然喜欢上这个女孩？导演有一种形容是说马小远其实是照进韦一航生活里的一束光，它是一缕阳光。那我那会儿其实还处在比较丧的阶段，然后马小远来了，给了我稍微提了一点亮度，我整个人稍微积极了一点儿。那积极一点之后，我又突然晕倒了，我又突然一记重拳又给我打回那个很丧、很怕，然后就再略微偏一点自私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就又开始排斥所有东西嘛，排斥父母，排斥朋友，排斥我自己这个病。那突然我发现我现在最关心的那一个人，最看重的那个人，他也这么离我而去，我其实就想鼓起勇气去闯一回，去试一下。这个是我的变化的起点。这也不是你第一次演有感情的戏份了。其实就是粉丝可能还是会好奇，假如说将来就是你自己可能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喜欢的人，你会不会这么有勇气的去表白？也不会遇到这种桥段吧，但是看缘分。
那你自己生活中是更喜欢跟自己性格一样的人在一起呢，还是喜欢跟性格不一样的人，就是互补型的？我觉得和谐会比较重要，怎么样和谐都可以。对，这次电影当中除了主角之外，还安排了他们家人，然后还有那个群体，不知道叫什么群体的那样一个群体的戏份，所以觉得是挺有组织的温暖的感觉。尤其千玺就是还有一场脱衣服的戏，对，就是您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就是他在那么多人面前有这样一个疯狂的举动。我觉得就是俩小孩儿，就是较劲，较到一定点儿上。我觉得韦银航这种角色，这种孩子呢，他肯定也不会服软，他一定会跟他刚到底。就是我觉得就是俩孩子的一个，就我希望他俩就是把那个孩子气的那个东西给演出来。我不认为就是那个东西是一个桥段，或者是一个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跟一个人较劲，对吧？就经常干一些特别无聊的事儿，就是说着说着也不知道话赶话就赶到那儿了，然后就开始干一件一开始我们没想到过这个事儿的这个方向，就是因为一句话呛到那儿了，然后就干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儿。我觉得就是俩孩子，他们没有思考。当时你也是这么给千玺讲戏的？我们没有沟通过这场戏。对，我那会儿问过，我说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然后导演就没有怎么回，就是会不会觉得比较难为情？说那么多人面前。没有。那会儿小月还说过说偷偷拨弄我说，因为那会儿刚走完戏，说一会儿哪个地方我就开始脱，然后小月拨弄我偷说要别脱了，你看他们那几个群演那个眼神怎么着，就很多群演就等着，就等了一会儿脱。然后小月还说下去找导演聊一聊，说到哪儿就停吧，就这么着。我说没关系。小月这么保护你。那小月人也挺好。哇，原来小月都不忍心导演的好。对。导演还是比较能狠得下心的。对。这次跟小月还有跟就是新的魔女郎刘浩存就是演对手戏，感觉怎么样？都是比较新鲜的搭档。我觉得这部戏里面所有的演员嘛，我觉得大家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首先，各自角色都有各自角色特点，然后每个人演起来也都有大家的不同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大家也是比较这种很多元的这种表演的一个剧组，大家都挺好。就因为你上一部电影就是《少年的你》给你的带来了很多的荣誉嘛，就是会不会就是在下一部电影会感觉到比较有压力？包括导演也是要面临这个问题。我没有讲过那个层面，我觉得那个如果想那个事儿，就变成了一种杂念了。我觉得其实，他演没演过《少年的你》，或者是演没演过《长安》，我觉得我对他的判断，我只是觉得他跟这个角色太像了，我就是要让他来演这个角色。这是在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很少聊到这种。就我们就没聊过这个问题，说未来大家会不会拿来比较，或者怎么，从来没有聊过。就是我觉得，他演好这个角色，韦一航这个角色，跟之前的那些角色的都没有关系。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演员，他在创作这个角色，他的所学所知所感所用，就是来塑造这个角色，只是跟他此时此刻的这个表演有关的，千玺呢，就是因为你的电影起点实在是很高嘛，就是接下来会怎么选择？会不会就是接剧本的时候会更慎重一些？我觉得要保留的是以前选团队、选剧本的那种感觉，就是反正遇到好的、高质量的，一定是首要第一位。然后，对，就是只要有这个保证，然后你再认真的进去跟大家一起玩、一起创作。因为近期的综艺也在就一遍又一遍的又重现《少年的你》嘛，然后章子怡导师还说易烊千玺是流量艺人典范，特意说了这句话。就是你有看到这句话吗？就是觉得子怡导师对你的这个评价怎么样？我知道，然后也反正挺开心的因为《少年你》这部电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然后对，挺开心的。